夫人，这是二夫人亲手摘的芙蓉花，大家一起齐心祈福，定能保佑少爷平安。你们有心了。夫人，不如大家现在一起祈福吧。人多念力强，九州真神的法力才会更加强大。你哭什么？晴儿姐姐，怎么办呢？我把给二夫人炖的参汤给洒了，这下回去非得给荣姑娘打不可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你那屋里的二夫人可不好伺候。晴儿姐姐，你帮帮我吧，我这回要再出错，荣姑娘肯定要赶我出宫了。行了行了，瞧你那可怜样吧，算你运气好。这是我给夫人炖的参汤，你先给二夫人端过去。真的吗？谢谢晴儿姐姐。行了，这次别再毛手毛脚的，再弄砸了就没有人帮得了你了。太谢谢你了。二夫人，有毒。二夫人。二夫人，你听了别伤心，你的毒已经解了，孩子没了。你冷静一点，你冷静一点。这事如果闹开了，最惨的是你自己。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，少爷必然会追究原因。要是查到有人下毒，迟早会怀疑我们。你想告诉少爷，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出的主意？你想把全部责任都推给我？为了二夫人您，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。不过你觉得少爷他会相信？没错。凭着你对少爷的恩情，少爷不会对你怎么样。但是以后，依着他的性子，恐怕少爷以后不会再这么宠着你。这么大的皇宫，你无依无靠，你怎么生存下去？从今天起，你只有听我的。苏明是逃过了这一劫。不会逃过第二次的。这件事，我们就这么算了。必须有人背这个黑锅。夫人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
不如我们去爬山吧。走。大夫人，夫人，这是要去哪里呀？我们夫人去爬山。爬山，真是巧了。刚刚二夫人还在说这屋里闷得慌，想出去走走，想去爬山。有身孕的人，还是小心些好。叫他们把马牵过来。是。大夫人，您看今天的日头这么好，二位夫人都想上山，不如一起吧。你何必行此大礼？我受不起。大夫人、二夫人心里都清楚，少爷虽然不在，但他是希望二位夫人能够和睦相处的。你我井水不犯河水，就是和睦。夫人，这儿的空气真好啊！二夫人，今天的天气这么好，出来走走，对您腹中的胎儿也是好的。夫人，我也去给您拿把伞吧。二夫人，你是不是渴了？我去帮你拿水。大夫人，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二夫人。你行不行？不行别逞强，让荣姑娘送你回宫吧。柳姑娘，柳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快，不宜，快点！夫人，夫人，怎么样？听大伯姨说，二夫人的孩子没保住。二夫人，事情已经办好了。是真的吗？是吗？我是他听说的。骑士姑娘。夫人，你来吧。我听说二夫人的事了。终究她的孩子还是没了，虽不是我的缘故，但毕竟是一条生命的消失，让人黯然。可我怎么听下面的人说，是你逼着她去爬山，所以孩子才掉的。将军，您的家书。将军大人，前几日大夫人欲去爬山游玩，强邀二夫人同去，途中二夫人腹痛难忍，归而失子，望将军速慰。你说你的琴声可以解忧，可天下烦恼何其多。
才下眉头，却添新愁。以情止忧，不过是饮鸩止渴。人只要活在尘世，就不可能没有烦恼忧伤。忘却前世，还会有眼前的麻烦。总之，人活一日，都是修行。难道唯有死，才是解除所有痛苦的方法？不，有比死更好的方法。是什么？知幻。何为知幻？你可知，在幻境中有个世界，那个世界与你生活的这个世界一般无异。你爱的人，你恨的人，你的过去，你的现在，在那里都一览无遗。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被我改变。我可以让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消失、死去，或者对你友好。我可以让最坏的事情变成最好的事情，而你无法得到的东西变得唾手可得。那人岂不是留恋在那里不愿回来了吗？如果那里的生活更幸福，为什么还要回来啊？可毕竟是虚幻。什么是虚幻？什么是真实？你觉得此刻是真，可万一我说是假的呢？你是想告诉我，这人生本就是一场虚幻？不，我想说，真的和假的有那么重要吗？可毕竟，这只是逃避。少爷，沈岸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前方战事结束了吗？你没受伤吧？我们赢了吗？你们先出去。你怎么了？我有话要问你。你是因为柳七七孩子的事赶回来的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不可能不回来。柳七七的寝宫并不在此，你深夜从军营赶回来，却直奔我这里。难道你觉得我与此事有关？我想听你说。不必看我，这上面必然说，柳七七的孩子是因我而丢的。是吗？你说呢？我在问你，我要听你说，宋宁。我相信你不是这么一个歹毒之人，我相信你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沈安，在你心里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说你不信我是如此歹毒之人，可就是因为一封信，你直奔我这里。我想知道事实真相。真相？真相是你不信我。沈安，你怎么可以怀疑我？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么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女人。如果你不是，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你与此事无关呢？宋宁，我原以为经历了这么多事，即使你我有那么多解不开的结，可你该信我。可是我错了，你深夜回来没有看柳七七，却跑到我这里兴师问罪，在你心里已经给我定了罪。你要的不过是在我这里再次确认你的判断。我要的只是一句实话。实话？实话是我确实和柳七七一起去爬了山，他的孩子确实是在爬山的过程中遭遇不测。你听了这些，你还会信我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，宋宁？你怎么做得出这样的事情？你终究还是不信，沈安，你终究是不信。你怎可以这样？就算你再妒忌、再怨恨柳七七，你怎可以对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动手？他不配我动手，他是活该。宋宁，我以前从没有想到
是这样的人，我也跟琪琪说了，让她忍。我也想跟你好好重新开始，为什么还不放过她？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一不分青红皂白就定了我的罪。你说你要与我重新开始，你的重新开始就是先把我打入18层地狱吗？之前是我错看你了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一个如此怨毒的女人重新开始。错看我，是，你没有错看我。我宋英就是如此心机深沉、歹毒之人，就是我逼得柳七七去爬的山，就是我故意毒死你们的孩子，你满意了吧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我见不得你们好，我见不得你们琴瑟和鸣、其乐融融，我见不得。是茫茫人海中我一眼就相中，你是我爱过的，但那都是从前。既是从前，绝不必提。你为什么还要活？你怎么就不死在战场上？
前线传来消息，少爷率兵大胜郑国军队。好，好消息！报，大人，少爷遇刺，现在生死未卜。什么？什么时候？谁干的？我说二位大人呐，都督大人这个伤，你们是怎么看的？哎呀，这伤得这么重，恐怕是不好办呐。哎呀，是啊，赶快想想办法吧。我现在是束手无策。哎，大人情况怎么样？我意怎么说？说是凶多吉少。凶多吉少。干什么的？我是夫人的琴师，我来看看，总可以吧？进去吧。我还记得在苍鹿野雪山的客栈里，他对我说一辈子不负。我还记得那时我有多开心，我爱的人也爱我，这是何等幸运！后来大哥找到我，为了不让他发现沈安，我只有随他离开。那天风好大，我明知道他就在身后的客栈里，可我却不能回头看。我知道我每走一步，就会离他远一分。可是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只想他活着，我只想他能够撑下去。真儿，你说，若是我当初没有救他，会不会更好？又或许，我与他从此不再相见，只是彼此想念，也好过彼此憎恨。我想，我的爱情大抵是死。我帮你把一切都忘了吧。发生过的事情，又怎么可能忘了？你还有我啊，我可以呢，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而且在幻境里，你可以选择不救他呀，这样你的人生就完全不同了。在幻境，终究也有破灭的时候。我帮你织一个永远都不会破灭的幻境。公子，我得到线报，沈将军生死未卜。怎么会？假释吧。沈安忠心耿耿，但愿他能撑过这一劫。紫嫣一直没来得及问公子是怎么见到大王。自然是进了宫，不早，早点休息吧。无聊啊？发呆啊？怎么了？宋宁，他终于想要我置换了。看你一脸苦相，你不愿意？我知道，他将不久于人世，在幻境中有个完美的结局是最好的。可是你就是下不了手，对不对？虽然师父一再告诫我，不可对猎物产生感情，因为置换师的任务是带人进入华胥幻境，寻找埋藏的线索，用尽方法使人进入幻境中，从而得到他们的秘密。但我做不到。唉，傻丫头，其实待在幻境里没什么不好，至少不会有伤心的事啊。是这样吗？我这么有智慧，听我的，没错。你看，这花多美，但是再美的花，也只是昙花一现。但幻境中就不一样了，
幻境中，你可以让这花永远都不败，不是吗？哎，我明白了，终归呢，我是只幻师。种花吧，我走了。宋宁，爱一个人这样容易，恨一个人也是这样容易。什么是爱，什么是恨？我并不明白。不明白也好。如今想来，从头到尾我爱上的，怕只是心中一个幻影。真儿，你能帮我做出这个幻影吗？在幻境。我想我可以，但是呢，你需要付出代价。代价？我会根据你的意愿进行置换。如果幻境太过美好，人们往往愿意沉溺在其中，不愿意醒来。所以，如果你想永远留在你的幻境当中，这个世界的你就会沉睡。这个世界的我？对啊。其实，我不想你永远活在幻境里，因为啊，人不可以什么都得到。但即使你想要虚幻的幸福，也不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。那你能得到什么？你的一个秘密啊，我想知道一个你一直保守的秘密。秘密？我对你能有什么秘密？真儿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若是我沉睡不再醒来，至少我可以带着真相离去。其实，发生了什么，我也很想知道。你失去了自己的记忆。也好，进入华胥幻境，至少你可以看到叶真。也许你会想到些什么。就算是我沉睡，也还算值得。你先不用着急，等我带你进入华胥幻境，在那里呢，你可以看到你这一生。到时候呢，你再来告诉我，你想不想永远留在那里啊？宋宁在哪里？在哪儿？宋宁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往这边走！只怕是来不及了，他们定是在抓人，你快走，千万不要让他们发现你。若是我今天被处死，你就赶紧离开这儿，快走！我走，是快走，快走！把他押入大牢。是。终究我是沈爱的妻子，我自己会走，用不着你绑。安儿要是救不活，我要你赔命。刺下那一刻，我就没打算活。带走。哎，要是宋宁跟沈安都死了，师傅要找的东西可就没下落了啊。那你的意思是要救他们？我只是想完成师傅的嘱托，毕竟我是为这儿而来的，不是吗？有你这妙手回春的高手在，想来他们也是命不该绝。哎，沈安救得活吗？这么大的事儿，那这得看心情。心情好坏都得救。那就试试呗。去。站住！我来给大人送药。令牌。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令牌。中军大人刚下完命令，没有令牌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我死了，谁陪你一起出征杀敌？对了，我溜进来的时候，看到中军大人正准备处决宋宁。
青儿，怎么了？甄姑娘，夫人被押进刑殿，这回怕是逃不过了。沈冰要下杀手了。他们让我拿夫人最爱穿的衣服，我先走了。怎么办？宋宁不能死。这还不简单？救活沈安，宋宁就不用死。可是沈冰一进宫就把沈安的寝宫包围得严严实实的，我进不去，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别怕啊。那我们去救他们吧，马上去。哎，往这边走。哦。奇怪，人呢？我先进去看看。沈安不在。啊？走吧。哦。宋英，你心胸狭隘，善妒狠毒，不但设计让柳七七痛失我沈家子嗣，更因妒生恨，二次谋杀亲夫。我沈家再忍你这等毒妇，天地不容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当初嫁给沈安，是我自己选的。所以发生任何事情都由我自己来受着，我没什么可辩解，要杀要剐，应变吧。宋宁，你今日断不可活着离开这里。临行之前，你还有什么话要留吗？请转告我大哥，路是宋宁选的，宋宁不厚我，请他放下心结，不必为我复仇。对于沈安，我已无话可说。好，你害了2条性命，按理也应该五马分尸。愿你我臣为两国尽计之好，黄泉路上我让你好好的去。起行。不必了，我自己来。学印为救他。君父，你确定只是为了找东西才关心他？是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嘘。住手！你没事吧？俺父亲担心了。我没事。你身体还很虚弱，为什么要跑到这里？你们怎么当差的？父亲，宋宁不必死。我与他的恩怨已经两清，这是我们俩的事，其他人无权过问。你清楚你在说什么？你差点死在他手上，刘七七的孩子也死在他手里，这等毒妇怎可留在府中？这是我和他的事。你以为你这样我就会感激你？你大可不必救我。我不是救你，死对你来说太简单了，我要你活着。带夫人回府。是，儿你。父亲。少爷，舍不得杀夫人，真没想到，大夫人在少爷心中竟然有这么重要。二夫人，你咽得下这口气吗？就是啊，
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一步走错，满盘皆输啊！他害你至此，你为什么还要救他？那是我和他之间的事，我不想别人插手。我要宋宁死，因为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。因为魏国的势力差不多已被我们收复，即便宋岩手上的10万大军也撼动不了陈国之根本。更因为父亲一定找到了一个更有利用价值的人。父亲，我猜的对吗？若不是他屡次三番做出这种乖张毒辣的事情来，我也不会这么绝情。如今把他留在你身边，我不放心。那是我的事，父亲不用再操心了。好，我可以不杀他，但是夫人的位置他得让出来。这次您又想让我娶谁呢？刘夫人的侄女刚刚及笄，出落得如花似玉，也识大体。刘夫人这些年把持朝政，党通法意，早已引起民愤。我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为何要与她结盟。知道了，该告诉你的时候了。我刚才似乎看到了陈国世子苏玉，但我怀疑其中有蹊跷。你们去查一下，若发现踪迹，先不要动手。是。苏玉，这个我不信再说。蛊毒？你以为刘夫人昔日的权势，她凭什么控制朝中那么多的朝臣？要不是蛊毒，她早就死在后宫的尔虞我诈之中了。这么说来，大王很可能也被下了毒。大王的秘书曾经称霸天下，陈国版图更是因为大王才有今天极盛的景象。可不知为什么，突然大王的身体一日比一日差，这里必有缘故。这么多年，他任由刘夫人胡闹，只怕心中另有盘算。我并不是要你投靠刘夫人，不要你静观其变。陈国马上就会有一场大动荡。父亲一下子说了这么多，我要好好想想。儿子今日有些乏了，你好好养伤吧。我刚才说的话，你再好好的想想吧。刚才那些话你都听到了吧？我就知道你不会那么轻易死，只是没想到，我这条命竟然还是你救的。刘夫人的事，我大体已经知道。父王要我到你这里来，取一样东西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相信你会死。陛下，我暂时交给苏宁保管了，恐怕不能马上给你。你们夫妻还真是奇怪，彼此仇杀，却又相互信任。先不说这个，你在宫里多住几天吧。我必须马上走。你以为我要找你叙旧啊？有个人，你也许会愿意去见一见。其实姐姐，咱们去临城1年1度的灯会，可是文明9州呢。是吗？好像是有些熟悉，但是又不太真切。哎，看那边，看那边，走走，看那边。卖假脸嘞，卖假脸，卖假脸嘞！哎，你看看这袋是多喜庆啊！哎，这个麻玩。你别吓我，我胆儿小。不可爱吗？慕言到底是谁？
为什么你老躲在这儿啊？去霞宫的人还以为你不在了呢。我宁愿自己不存在。如果可以真的就这样消失，或许对所有人都是一件好事。哎，说什么呢？你刚刚逃过一劫，难道不觉得还是活着好吗？好吗？真儿，你知道沈安救我的那一刻我是什么感觉？我原以为自己可以解脱了，可还要继续煎熬。真儿，我不想再等2日。华胥幻境呢？带我去吧。我就是为这而来的，等着啊。告诉我，你最想得到什么？我想知道，我与沈安为何走入这条死胡同。若是没有那些误会，我与他又会是怎样的一番人生？我会带你进入华胥幻境，但是在这么做之前，我要先了解你的人生。原来那个叶阵真的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，为什么？看到这些我会觉得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我好像做了个好长好长的梦。那就是你跟沈安过去的点点滴滴。现在还愿意让我给你置换吗？你知道什么事情是最残忍的吗？就是明明你可以得到，却因为命运的安排而求而不得。然而你已深陷其中，连放手的力气都没有。刚才真实一般的幻境里，我仿佛和沈安又重新爱了一次。那种美好，是我许久都没有感受到。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永远留在那里不出来。这，带我走吧。爱，到底是什么？既然让你愿意放弃现实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给你置换的。但是每一次置换呢，都要根据你的生辰八字开启幻境。等时候到了，我会告诉你。这段时间呢，你把与沈安的关系再理一理，我一定会给你置一个好幻境。到最后，我至少还有一个幻境。哎，怎么样？差一点就查到密匣的下落了，但是幻境出现异动，我必须出来。没关系，还有下一次，好吗？下一次要等到合适的时机才能开启幻境。我不是担心时间，倒是你的身体。我算了算日子，只怕是有你在，还担心什么呀？只是这一次，我们窥探的是宋明的秘密，我不想因为我的行动而伤害他，那样不好。
那个，你要是下不去手呢？我知道我该怎么做。就是明明你可以得到，却因为命运的安排而求而得。然而你已深陷其中，连放手的力气都没有。我到底是谁？我究竟是谁？在幻境中的那个人，他又是谁？青儿，君姑娘，今天宫里怎么这么热闹啊？老爷说少爷大病初愈，又恰是中秋，所以今天晚上贺府在花园赏月。赏月？夫人收拾东西干嘛呀？啊，对了，老爷请你也去赏月。赏月？时至今日，这种和府欢聚的日子，还需要我吗？二夫人，这是大夫人的位置，我们还是让一下吧。琪琪，你坐下。罪妇没有资格做守卫。夫人，请。你站那儿。今天神府团聚，你和我们坐在一起不合适，还是站着吧。公公觉得我与家仆站在一起就合适吗？你戴罪之身，留你的性命是神案的仁慈，但是我们沈家的规矩不能废。你们都听着，从今往后，宋宁再不是雀霞宫的大夫人了。那我是什么？家奴。父亲，这是我的家事。这雀霞宫确实是你说了算，但是我刚才说的是沈家的规矩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不能废。宋宁，你先下去。既然是家奴，今晚的宴席还是该我伺候大家。笑什么笑？给我下去！是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找你当然是有事了。说正经的，今天家宴之上会有沈安的父亲。他是陈国的中军大人，要我怎么做？杀了他。我只直欢，不杀人。这我知道，问题是此人生性多疑，平时难以近身，只有今天家宴才有机会嘛。好。哎，郡府，
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有危险的。其实你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刺杀沈斌，而是要引出我要找的人。谁？苏玉。苏玉？对，就是因为你与叶真长得一模一样，所以只要你涉险，他必然出现，然后杀了你。好，答应的这么痛快，你不问我为什么？因为我相信你啊，你让我做的，我都会去做。上菜的顺序一定不能搞乱了，这可是少爷第一次雀霞宫的中秋家宴，谁要是闯了祸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是。夫人。啊，我忘了，现在不能叫你夫人了。你这什么话？别太猖狂。有事吗？你看啊，今天大家都特别的忙，刚好我缺了个司酒的丫头，不如你帮我。你太过分了！我现在已经不是夫人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其实你能明白特别好，不过我很担心，如果少爷看到你在一旁司酒的话，那会不会很难过啊？你哭什么？他们不可以这样对夫人，他们怎么可以这样？傻丫头，我都不在乎，你还在乎什么？记住，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眼泪只会告诉对方他得逞。琪琪果然善解人意啊，温柔体贴。爱儿，这才是你找的好媳妇。大人，我给你斟酒。我要喝酒，我自己会倒。给我回去。儿，你再宽厚，也应该懂得死罪可饶，活罪难逃的道理吧？任何人都要对自己犯的错误付出代价。宋宁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跟宋宁的事情，谁都不要管，跟我走。为什么不反抗？既然你能狠心的刺我那一下，为什么你不反抗？还是你是故意的？就是想让我心里难受。你会？我会。换作从前，我听到你对我说这样的话，你无法想象我会有多高兴。可是现在一切对我来说都没意义了，我已经什么都不在乎。别人怎么看我，是夫人还是家人，都已经无所谓了。这么说，刚才我是在多管闲事。是。然而，当我刺向你的那一刻，你我就已经两清了。我们没有必要再这样纠缠不清。你对我已经什么都不是了。这是你说的。身体恢复的不错，皮糙肉厚。在烦什么？家事。
不少。昨天晚上，我见到他了。他现在是一个琴师，我想宋宁把他带进宫，也是因为他和文昌公主一模一样的长相。他就是真儿。叶真死了，5万大军看着他坠落城池，你我亲手把他埋葬，你忘了吗？不，他一定没死。也许我不该让你见他。公子，你好不容易从无影谷逃了出来，现在要肩负大王的使命。公子，你不应该对一个已死的人执念太深。沈安，你不明白。我知道，你内疚，是因为你觉得是你害死了他。我们手上积欠的人命还少吗？开疆辟土，行军打仗。如果我要为每一条人命负责的话，我死1万次都不够。沈安，你有没有真正爱过一个人？只有爱，才会在乎；只有在乎，才会有执念。或许是这样。不管他是不是真爱，我一定要带他走。但是你要考虑清楚，他这个时候出现，一定不是偶然。想不到在雀霞宫里也有琴技如此了得的琴师啊！回禀老爷，据说听了这琴声，能忘却一切的烦恼，是夫人专程从府外请来的，平日是听不到的。姑娘，上前来。你为什么不以真面目显人？抚琴者以琴声动人，我的面相和琴声无关。要是我命你揭开面纱呢？恕难从命。你胆子可不小。雀霞宫有雀霞宫的规矩，我抚琴也有我的规矩。我虽然卑微，可我也有我的行事原则。大人，我只要不触犯王法，你应该不会判我的罪吧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！今天我就让你看一看，在这里是我说了算，还是你说了算？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你不记得我？我为什么要记得你？是我呀。我们见过吗？真儿，是我呀，苏玉。苏玉，苏玉，你记起来了？想起来你是我要杀你。
君父，怎么了？啊！我只是要死。胡说什么呢？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君父，君父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的亲师试图要刺杀我，你敢说你没有勾结吗？刺杀？他人呢？我正在问你呢。走。等等，无凭无据，你岂能说搜就搜？你要是不心虚，为何阻拦？给我走！住手！父亲大人，这件事我听说了，与宋宁无关，你们去别处搜吧。他连你都敢杀，还干不出别的事情吗？分明秦师是他的人，他们是一伙的。儿，这不是个人恩怨，我一定要查清这一伙是什么人。父亲，此事与宋宁无关。若您不相信，我可以为他担保。若有任何后果，我负全责。你竟然为了一个曾经杀害过你2次的女人，她是我的夫人。好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为父也没什么好讲的。今天我就回吴磊城，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。走。没事了，早点休息。等等，不必为了我与你父亲闹僵，不值。现如今，不管我做了什么事情，在你眼中都是不值，不必反复强调。沈安，还有什么事？我还是离开吧。离开？你要去哪儿？我若是再留在这宫中，定会让你有诸多为难。且不说你父亲呢，就凭我杀了你2次，你还留着我，就会使朝臣议论纷纷，打损你的威信。我何必在乎别人说什么？可是我想走。你想走？这阙霞宫有我太多的回忆。我本想以后在此终老，也算是老天待我不薄。但是我现在明白，失去了所有人的祝福是得不到幸福的。也许你我本就不该在一起。沈安，我累了，我不想再与你彼此伤害，也不想成为别人的绊脚石。我已经什么都不要，你放我走吧。就算我求你留下，不要说这样的话，沈安。我知道你骄傲，也知道从你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是何等的艰难。但请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不要说，因为我把对你所有的情感都收回了。这样很好，沈安，就这样。因为我也骄傲。如果那时我能够清楚地知道沈安此刻的心情，也许我不会走得这么决绝。如果那时沈安能够明白我绝望的心情，也许他不会这么轻易地放我走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，而是怯懦。因为怯懦，所以不敢面对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情感；因为怯懦，不敢挽留，不敢认错，不敢再爱。
我不能再让他设限了，这太残酷了。我救他，不是为了让他去死。朱尚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妇人之仁只会害了你。做任何事都会有牺牲，你现在连这些都承受不了，你将来怎么去统御这个天下？我这一生除了天下还有别的吗？我只想保护他一个人，难道这也不行吗？只有你自己足够强大，你才能保护别人。朱尚，你现在除了有天子的名号，你还有什么？你拿什么去保护他？即使保护不了，我也不能这样伤害他。我不能够再伤害他。你终究还是心软。成天下者，就应该拿得起放得下。你竟然为了他，把我们进行到一半的计划搁浅了。朱尚，难道你想终老在这皇宫内院里吗？你想把我们君家的天下葬送在你的手里面吗？难道为了天下，我们就一定要利用身边所有的人吗？那又如何？这样得到天下又有什么意义？意义等你得到了，你再考虑。你们不要再为我争吵了。你怎么起来了？你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你要不再去躺会儿吧？我不可以再休息了。师父说的对，你不可以顾及那么多。我该做什么，我心里明白。你知道就好，好好劝劝他好吗？主上，以后不要再因为我的事情跟师父争吵了。我这条命是你捡的，就算是为你丢了，也无妨啊。你可以为了我，连命都不要？欠别人的，迟早是要还的，更何况是命。只是因为这个吗？我知道你为我付出了什么，我是个活死人，不能动气。过去的事情，我也都不记得。但是这条命，是你给的，这一点，我永远都不会忘。既然这条命是你给的，就应该让他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啊。可是你怎么知道我心里面真正想要什么？没关系，只要是你想做的，我都愿意去做。君父，这也算是报恩的一种方式啊。报恩？你只是为了报恩？是啊，不然还能是什么？是，不然还能因为什么？他怎么样了？还有股劲儿，看样子撑不了多久了。果然是你。好不容易逃出去，就这么被抓回来，感觉如何？我问你，那个刺我一刀的，是不是叶真？我跟你说过，你没有资格提他。告诉我，如果你要我死，至少让我死得明白。好，我告诉你，叶真死了，是你亲手害死的。人死焉能复？我想见他。见了又怎么样？让我见他。好，我让你见他。你要想死心，我就让你死得彻底。怎么了？我在给宋宁卜卦。织梦的日子定了？应该就在这几天。只是哪里不对？卦象上说他跟沈安的缘分还未尽。可能是他们俩心中还有执念吧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眼下的雀霞宫已经不是说想进就能进的时候，而且你的身体还没有痊愈，可以再调养一段时间吗？不可以，我答应给宋宁置换，怎么能食言呢？更何况师傅要找的灵异还没有找到，不可以罢手的。你是不是心里还放不下宋宁啊？
也许吧。也好，在此事之前，我想让你见个人。我伤了你，你还要见我？你还好吗？你烧了。你也把我认作是他，好奇怪。你们每一个人都把我认作是他，可惜我不是。那你是谁？我是谁？问得好。我也想知道自己是谁。他们叫你君服。心若尘埃，一拂即逝。你绝对不可能像尘埃那样轻活，在我心里面，你比什么都重。你这人好奇怪，伤得这么严重，还有心情跟我说笑。明明是我刺伤的你，你却全然不计较。明明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你却把我当成另外一个人。因为，在我眼中，你就是他。叶晨，就算你什么都不记得，你可不可以听我讲完这番话？为什么？因为那是我一生中做的最错的事，因为是我害死了你。你怎么了？然后呢？直到死，你都以为我是假装求情，实则是掩护5万大军偷袭魏国。我还记得每一日在城楼，你是那样恨我，你认为一切都是我设计的。或许所有人都这么认为。可是叶真，我没有一丝一毫的骗你之心。我是要娶你，是真心要娶你。我说爱你，是真心爱你。可是当你所承诺条件的一刹那，我知道什么都来不及了。我甚至没有机会向你解释。你人生的最后一刻，是带着委屈和恨离开你。从此之后，我的梦里只有你仇恨的灵光。这些无非都是你的解释罢了。你负了一个人，心中有愧，所以你找一个和他相像的人祈求原谅，求得心里的安宁。你心里是安宁，可被你负的人却永远死了。你觉得你这样的忏悔够吗？叶真，我说了，我不是他。可如果我是他，我宁愿死都不要再见你。叶真，叶真，叶真，叶真。什么都不想知道，什么都不想知道。你会忘记的，一切都会忘记的。我以为你不会掉泪，没想到在梦里你还是会伤心。为什么你的眼泪只为他流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
为什么还要出现？你早就该死！你以为这样，他就会爱上你？我不会一直输你。之前是你先认识他，你赢得了他的心，但君夫不一样，是我救了他，我给了他命，他只记得我。这次我绝对不会输给你。靠你那些法术，疗出的不是人心。我不杀你，虽然应该杀，但我不信我会一直输你。苏玉，我放你走，我倒要看看这一回是你赢还是我赢。你不后悔？也许会，但我要赌上一把。叶真爱上你，是因为她先遇到你，但这一次是我先救了君夫，不信你还能抢过我。夫人，我们就这么走吗？你不必跟着我，往后的日子会很清苦，还是留在宫里好。静儿不会离开夫人的。我们走吧。跟着夫人，我要知道她的一切行踪。知道了。二夫人，你看，这里才是你应该住的地方。现在宋宁也走了，以后这整个雀霞宫都是你的地方了。少爷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回禀少爷，我和二夫人是来这里看看有什么要添置的东西。添置什么？二夫人要搬进来，当然要看看有没有什么缺的东西啊。七七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吗？少爷，你误会二夫人了。二夫人是要看看有没有什么你需要的东西。您要是搬过来住，也比较方便嘛。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不能搬到这里。宋宁，他只是暂时离开。我告诉过你，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。雀霞宫这么大，你想住哪里都可以，只除了这一处。答应我好吗？我住哪里都可以。荣敏，带七七姑娘回去。是。夫人，这是我们以后住的地方。秦师，你果然收到我的信了。我只是来碰碰运气。还好，真儿，最后还有你。我答应你的，一定会做到的。我替你卜了卦，今天就是为你置换的最好时机。今天？这么快？你和沈岸的事怎么样了？沈岸，也许有些注定就是遗憾。
深爱，当你读到此信，我应该已经离开了雀霞宫。不知为何，我突然想告诉你一些不曾说过的事。也许是我终究有些不甘。我是怀着一个女人最美好的期待嫁给你。虽然这场婚姻并不是你所愿，但我总是傻傻以为一切都会好的。我原本不知道有一个柳七七，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一个承诺，更不知道因为我的出现打破了一切。若是我能早些遇见这些，现在的你我会幸福许多。过门之后，你对我视而不见，种种冷遇曾使我退居，可终究你我之间注定一场旧不清的孽缘。我的倔强、好胜心，使我不敢于这样的命运，而你的重情重义，成了捆缚你我柳七七三人的枷锁。如果我问你，曾经，哪怕只是一瞬间，你是否对我动心？也许你会断然否认，但于我，哪怕只是你偶尔一次的温柔眼光，却能让我支撑许久。只是人心总是贪，得到一点，便想得到更多。一旦求之不得，便觉得还不如没有开始。我累了，这场掺杂着太多纷争、算计、阴谋的婚姻，已经耗尽了我的一切。当初种种梦想中的美好，早在我心里灰飞烟灭。深爱，我走了。这一次是彻底的远行。你交给我保管的东西，在你我都知道的那个地方。除此之外，你我再无牵绊。此信全当是我的救赎。深爱，你终于自由。真儿，我这是在幻境，还是现实中？我无法进入华胥幻境。你说什么？奇怪，我为什么无法进入华胥幻境？时辰没有错，一切步骤都没有错，除非……小的有要事求见。进来。大人，小的求见夫人，有事禀报。国一啊，夫人去寺庙烧香了，暂时不会回宫。可是大人，这是天大的喜事啊！大人，您必须把夫人给接回来。喜事？是啊，前几日大人健伤未愈，小的来宫中给大人诊治的时候，也曾给夫人号过脉，只是当时，但说无妨。当时大人是为夫人所伤，生死未卜，再加上夫人的脉象有些沉浮，
小的不敢妄自断言。后来小的又去韦大人求药，所以你到底要说什么？我给夫人号的是喜脉。喜脉？我怀孕了。只有一种可能开启不了华胥幻境，就是听琴者怀有身孕。我想一定是老天有好生之德，就连华胥引这般奥妙的秘术，也无法影响无辜的生命。华胥引？是啊。你刚才为我弹奏的是华胥引？是啊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哭啊？真儿，你真的忘记自己是谁了吗？你难道不知道整个九州就只有一个人能开启华胥引吗？我要感谢老天，在我濒临崩溃的时候，给了我2个好消息。一个是我失而复得的朋友，另一个就是快出世的小生命。既然我无法为你置换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我要把孩子生下来。也许是老天爷可怜我，在这个时候，他给了我一个寄托。驾！那要不要告诉沈岸？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，他知道了也好有个照应啊。这对于我是个好消息，可是对于沈岸，并不是。宋宁，沈岸，你坏了我的孩子，怎么还敢擅自立功？你可跟我回去！你都知道。你还想瞒我多久？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老天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再坚强的女人，在爱情面前也会妥协。再野蛮的男人，在怀孕的妻子面前也会变成绕指柔的。二夫人，哭和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宋宁她本来就是少爷的夫人，她怀了孩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只是没想到，本来你手中的筹码，居然变成她的。二夫人，你这又是要做什么？你做任何事情都要想清楚，冲动解决不了问题。眼下这样，确实想不到，以为他一定会走。或许这次应该你走。来，慢点。我能走，你不用总扶着我。我可不能让你再有任何闪失了。你是心疼我，还是心疼肚子里的孩子？我若是说2个我都心疼呢？以前没觉得你那么爱耍嘴皮子。今天晚上我就搬过来。什么？我是你的夫君，搬这儿来有什么不对吗？可是，在失去之前，我不知道自己原来有这么在乎你。宋宁，即便没有这个孩子，我也舍不得你，只是也许会迈不开这一步。感谢老天爷给了我们这个孩子，
让我有勇气把你找回来。直到现在，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。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，我好怕。不用怕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宋宁说我是叶真，天下唯有她能开启华胥翼。恰恰我又与叶真长得一模一样，也能弹奏华胥翼。我到底是谁啊？放心，我在这儿，我来帮你回忆，好吗？看来我又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她怀孕了？嗯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这第一步啊，应该保胎；第二步呢，把孩子生下来。至于这第三步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不让我想了吗？七七什么时候离开的？有一会儿了。二夫人大约是受了大夫人怀孕的刺激，一时想不开，所以吵着要离开。我们想拦也拦不住啊！你们这么大一群人，都拦不住一个女子。别再说，不说过了，越是这个时候，越应该想办法动动脑筋。二夫人，您到底想要什么？你要少爷只爱你一个人吗？男人都是朝三暮四见一个爱一个，女人都是从一而终。你真傻，不过我会帮你的，你不用担心。放心吧，我已经找人拖住少爷了，按照他的性格，应该已经在路上了。停车！这，停车！少爷。七七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少爷，这二夫人肚子里的孩子是大夫人弄没的，现在大夫人又怀了孕，二夫人这心里实在是过不去。七七，你下来，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七七，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可是宋宁说了，之前你的孩子不是他故意让你弄掉的，你会原谅他吗？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你想要孩子，你我都还年轻，将来总归会有的。你是不是爱上他了？七七，你要我怎么办？你要跟我一刀两断？七七，离开了我，你将来怎么办？你无依无靠的。你救过我的命，我这辈子都会报答你。只要你要的，我都会给。只除了我自己也控制不了的。那宋宁呢？难道一定要我赶他走，你心里才舒坦吗？你就一点都容不下他吗？救你的是我，你答应报恩的，你答应不负我的。是，我沈安答应过的事情，绝不会食言。但是七七，从前那个宽容大度的你，都是骗人的吧？以前是以前，以前你没爱上他。如你所愿。
我能做到的，就是遵守诺言。但是有些东西没了，就是没了，我再也不能给了。少爷不和二夫人一起回去吗？送二夫人回宫。是。好了，别哭了。要想富贵荣华，一人独得，总要失去点什么。记住，做人不可以太贪心。青儿，哎，把东西都收拾起来吧。我正收拾呢，夫人。我是说把该带走的都带走。为什么，夫人？我们还是回青岩宗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才刚回来吗？您不是和大人才刚和好吗？听我的。可是夫人……好吧，好吧，反正我是搞不懂。你要去哪儿？青岩宗。你……我听说了，柳七七因为我怀孕的事情闹得出宫了。我能猜到，他定会要求你选择他还是选择我。别说，我都明白。沈安，你是个重承诺的人，你宁可负自己，都不会负承诺。我不想你为难。我搬到青岩宗，你可常来看我，这样也好，我讨个清静，你也不用左右为难。可是青岩宗太远了，我想每天都看到你。真的吗？其实我也想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如果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原来我想什么你都知道。好吧，也许我应该和柳七七谈一谈。二位夫人，请用茶。大夫人，听说您要去青岩宗，我就是来跟七七商量这事儿。二夫人哪管这事儿啊？那你就能管得了这事儿吗？还不快下去！我接下来要说的话，恐怕二夫人不想你听见。二夫人，您看。看来你知道我要说什么。柳七七，我一直没告诉沈安你冒充我的事儿，以前是说了他也不信，现在是因为我对你有一丝同情。你把你的人生和所有希望都系在沈安身上，若是我告诉他实情，那你就彻底完了。其实我很想看到你一个。只是我马上就要做一个母亲，我想为肚子里的孩子行善积德。你觉得就算我现在告诉他，沈安依然不会相信是吗？柳七七，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你以为就凭你在医馆照料他的那段日子，你偷过的玉佩，他就对你深信不疑吗？你错了。
你可知道我背着沈岸走了7天7夜？这7天里都发生了什么？我清楚，沈岸清楚，你却不清楚。若是我愿意和沈岸好好聊一聊，你觉得以他的个性，他不会派人去查吗？那几日大雪封山，你在医馆根本下不了山，你到哪里去救沈岸？柳七七，我已经给你留了条活路，现在就看你给不给自己留活路。哦，对了，我跟沈岸说，若是你我今日谈不通，我明日就搬去青年宗。其实我觉得那里更适合你。七七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和宋宁谈过了？那你是想……你答应了？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妒忌的。也许是因为宋宁怀孕的事，我一时接受不了，才会那么坏。夫君，琪琪还是原来的琪琪，琪琪愿意与宋宁一起服侍你。这件事情就委屈你了，琪琪，我很感激你。琪琪，你怎么了？要不要紧啊？夫人，夫人，青儿，现在不比以前，可不能大呼小叫的了，小心吓到我肚子里的孩子啊！夫人，您没听说吗？那个柳姑娘她又怀孕了。这么巧？两位夫人水火不容，这下好了，连孩子都同时有了。哎，你说他们谁会先生啊？那也要先生男孩才行啊，只有长子才能继承大人的爵位。我看呐，这下雀霞宫可有的闹了，我们呐可得小心着点。走。恭喜都督大人，两位夫人都有了身孕，这可是双喜临门呐！是啊，这些啊，前些日子府里这些晦气，可终于去掉了。怎么会这么巧？回大人，虽然有些巧，可也常见。现在看得出来，哪位夫人先生吗？现在还太早，看不出。那就请国医多开几副安胎药，两位夫人的事情就劳烦你费心了。是，下官告辞了。从今天起，两位夫人的饮食都要找人试毒，所有拿到他们房间里面的东西都要仔细检查。大人，您这是担心？在雀霞宫里发生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，以防万一吧。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怎么样了？还好吗？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也许我不需要换境了，和沈岸和解了。不仅仅如此，我有了更多的希望。你不知道，当我刚刚得知我孕育了一个生命时，是什么感觉？
好像一切对我的不公，我所受的委屈都不重要。他才是我最关心的，他才是我最亲密的人。真儿，我很开心。那就好，我也替你感到高兴。你还愿意跟我一起回宫吗？不，我希望我们再也不要相见。为什么？因为见到我等于见到了痛苦啊。以后好好珍惜自己的日子吧。真儿，叫我君夫。夫人，你还是快走吧。我们还是放弃吧。好，听你的。总会有别的办法找到妮夏呀。可是什么？我刚才在宋宁的脸上看到了死亡。放心吧，一切都好。我开个方子，必保二夫人母子平安。国医请留步。哦，国医可否告知二夫人腹中是男是女？此事现在还不好说呀。谢谢二夫人好意，现在还真的没法说。二夫人身体健康，无论是喜欢男还是喜欢女，总都会有的。国医说的是，随国医去拿药吧。告辞。是。这国医真是个老狐狸，什么都不肯说。二夫人，你是不是真的想知道腹中的孩子是男是女？其实我倒是认识一位秘术师，可分辨男女，从不出错。我立刻就安排。大师，大师，你是个幸运之人了，还来这里做什么？大师可否告知夫人肚中的孩子究竟是男是女？进来吧。来。慢一点，大师，可否告知夫人肚中的孩子究竟是男是女？手。女。是不是真的？信不信？在你自己。夫人，大师，你可否帮我再多看一个人？手。他人不在，看他的物件可否？是为何物？斯帕。
奇怪了，夫人最喜欢的丝帕怎么不见了呢？星儿，好了没有？来了来了。夫人，我们去散散心吧。国医说，这样对孩子有好处。夫人自从怀了孩子，整个人都容光焕发了呢。二夫人，你一定要忍住，不能让别人看出来。大夫人，难。大师，有没有可能让这个孩子生不下来？有一种方法，可以让他的孩子胎死腹中。大夫人好。二夫人，我们走吧。公子，你醒了。这是哪里啊？我还要问公子呢，你失踪了好几日，究竟去哪儿了？失踪？公子，喝茶。大王让我们俩去魏国找沈将军，你让我在城外接应，可是一连几天都不见踪影。后来我担心，潜入了雀霞宫，却打听到，几日之前，曾有一个刺客。紫妍，接着说。后来，我担心你有意外，又打听到，城外的乱葬岗，经常会有尸体被扔到那里。我想去试试，结果，在那里找到了你。我受伤了。公子，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那公子可还记得大王的嘱托？那叶真呢？叶真，为什么忽然提他？公子你……什么？没什么。公子可能是累了吧？或许休息几日，就什么都想起来了。好像我忘记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。宋将军，好功夫啊！也不知是谁，当初还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当然啊，那时候我不输给你，你怎愿意嫁给我呢？真没看出来，堂堂的成国镇远大将军，竟是如此油嘴滑舌之人。就是瞅了点，其实也没什么。只可惜，你再也不能打仗了。我若是在领兵打仗，定会有各国的镇远大将军拜倒在我的指挥枪下。那是自然。也许我就不会嫁你了。那自然是不可能。
宋年，以前是我错待你，别恨我。我也为自己讨过公道。沈安，我说过，我们两清了，现在是重新开始。宋年，我在想，咱们俩将来的孩子一定勇猛威武，是一员猛将。不，我倒希望他可以自主人生。沈安，我只求你一件事，不管我和柳七七在你心中孰轻孰重，你都要公平对待两个孩子。沈安答应。二夫人，这刺剑之咒是疗伤之术，伤人伤己。你可要想清楚。其实，你与夫人之争，或不养起孩子，或许有别的办法。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好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外面有些冷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也好，国医都说要多休息多调养，舅夫人您坐不住。来，我送你回去。你还有那么多政务在身，不用送你，你快回去吧。怎么了？啊？夫人。没什么，只是刚才，可能是我想多了。没事，青儿，回头叫大国医来看看。是，去吧。夫人，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去吧，夫人。夫人，我去请大国医吧。不用，应该没什么事。二夫人，你现在放弃还来得及。我绝不放弃。有一件事你一定要记住，你的目的是要他孩子的命。我知道，快去吧。这是最怨毒的咒术，在对方受到伤害的同时，你也会受到伤害。只不过你痛1分，他就会痛10分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夫人，你别吓唬我呀！夫人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唬我呀，夫人！
夫人，你这是？来人呐！二夫人动了胎气，快传大国医！大人，大人，出大事了！大人，突然这样，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有没有请大国医？已经请了，让他快。是。少爷，少爷，怎么了？少爷，二夫人她突然肚子疼痛，怕是动了胎气。怎么连她也病了？你倒是走快点啊！夫人，国医，跟我去救二夫人。不是说大夫人病了吗？你先别管旁人了，大夫人已经痛得不行了，去晚了只怕就……难道二夫人就不重要了吗？少爷，您说。再去请个国医。不行，少爷，二夫人这次10万火急，如果她肚子里的孩子稍有差池，她也活不下去了。求您了，大夫人才是真的很危险呢！少爷，二夫人对您的恩情，难道您就这么忘了吗？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，如果连这次的孩子她也保不住，你根本就是逼她到绝路。少爷，你难道想负了她吗？少爷，先去救二夫人。走，国医。哦，那夫人怎么办？夫人怎么办？立刻去请城里最好的医生。是，我们走。宋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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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孩子，保护我们的孩子。宋宁，宋宁，夫人，啊，国医，救救他，救救他！夫人恐怕已经……一定要救他，一定要救他！大人，实在是回天乏术啊！我尽力了。少爷，少爷，出去。宋宁，你不能死！你就别难过了，我想，我应该能救他。你是天子？哎，我这天子气质这么明显吗？没时间开玩笑了。你到底是想让他活呢，还是让他死啊？只要能救活他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好，我就要一样东西，苏恒教你保管的那个匣子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国医，夫人怎么样了？啊，只是些皮外伤，并无大碍。那孩子呢？放心吧，没事儿。按这个方子抓药，多服用几日即可。多谢国医。啊，告辞了。随国医去抓药。是。二夫人是不是在看少爷有没有来看你？少爷去看大夫人了。你想问宋宁有没有死？没有，不过孩子没了。二夫人伤心成这个样子，莫非你同情她？这一切不都是你想要的吗？
二夫人，事情发展到现在，也没有必要这么装可怜了。你想他死，你却没有想到，他不但没死，少爷还一直陪着他。是的，你弄没了他的孩子，你也看清了少爷的心。我早就说过了，男人呐，光靠恩情是没有用的。一旦他不再爱你，就会弃之如敝履。亲自出手当然没问题了，人没事，但是孩子没保准。这不是我医术不行啊，就是时间太晚了，要不然孩子也不至于这样。不要告诉他。我可没有白救啊，倒是你似乎特别关心他。我只是觉得他比较亲切，就是可惜了，孩子没保住，真是造化弄人。哎呀，其实是有人暗中捣鬼。真儿，谢谢你还能来看我。有一句话说，有始有终才是善缘嘛。只可惜，我与这孩子却无缘。凡事都是注定的，我希望你能放下这件事。你不明白，对于我而言，这孩子就是所有的希望。若是没有他，我与沈安早就结束。若是没有他，也许我已经在你的幻境里。你的伤还没好，我让青儿去拿些药来。这么快，奴婢给夫人请安。奴婢听说夫人近日病重，特来看望，不知道夫人好些了没有？近日这宫中不知中了什么邪，二位夫人居然在同一天全都病倒了。其实大家都急疯了，怎料这国医居然只有一位。不过幸好，少爷由于恩情的原因，选择了救二夫人，也救了二夫人肚中的孩子。其实大家都没想到，少爷居然这么决绝的在两位夫人当中选择了救二夫人。
连国医都说，要是及时医治的话，您肚子里的孩子不会就这么没了的。夫人，夫人。